Hello， 大家好。今天下午美债价格闪崩了，收益率飙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 1.614%， 是去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 2.323%， 5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 0.86%， 这是去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令美国股市与黄金同时承压，于是股市崩了。在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背景下，有很多投资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资产的价值。美债收益率上升令投资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推动收益率上升的不仅仅是经济复苏，还有可能是通胀。美国财政部今天拍卖620亿美元的7年期国债，衡量需求的投标指标倍数仅为 2.04， 创历史新低，并远低于此前6次拍卖的认购倍数均值 2.35。 这一批标售的7年期国债得标利率为 1.195%， 比预期发行收益率 1.151% 大幅高出4个基点。这说明突然之间已经没有外国人想碰美国国债了。这绝对堪称多年以来7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最尴尬时刻和最灾难性的时刻。安联环球投资分析师李德尔表示，这让人想到了2013年的市场抛售，当时收益率飙升，因为交易员认为美联储会撤回刺激措施。利率风暴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它不仅仅是股票、债券，可能每种资产类别都会受到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多位重量级的央行官员都表示，他们不担心美债收益率回升至以前的水平，他们认为这叫重返常态，而不是有问题。但仍有不少投资者担心通胀上涨过快会令美联储尽早加息，而且美联储官员们的这种表态往往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有分析称，过去1年大部分时间里，投资者一度相信美联储会通过购买更多、更长久的国债来阻止10年期基准美债收益率增长过快，但是这一愿望显然已经落空了。美债市场的抛售压力骤增，疫情爆发，失业率飙升，经济迎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大衰退。但加拿大各大城市房价却在飙升。过去1年，加拿大的平均房价上涨了 13.8%， 美国的房价上涨了 14.6%。 尽管现在加拿大央行已经认识到房产市场存在泡沫，但可能为时已晚。加拿大政府最大的失败是经济刺激政策未能使加拿大房产市场实现软着陆。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上所做的一切只是过度刺激了房产市场，于是房产市场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离正轨越来越远。钱涌向了哪里，泡沫也就涌向了哪里。泡沫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破裂，因此在未来经济充满不确定的房产市场中，无论买与不买，都一定要保持理性，量力而行。能够量力而行的人肯定能够躲过这场危机。现在已经能看到有很多明智的投资者正在高位套现，这也说明投资者成功套现之日，也就是接盘者高位套牢之时。不久之后，很多贪婪的人会说他们穷的只剩下房子了。其实也不对，他们不是还有债务吗？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